你们会在电影播放完傻坐着不走，去等待只出现10几秒的彩蛋吗？很多人都没有这样的习惯，也往往会错过很多精彩的片段。我感觉一部电影结束后，往往彩蛋是最吸引人的，有种拆盲盒的快感。今天就让我给大家深入解析这些年你忽略掉的漫威彩蛋。漫威第一次在结尾穿插彩蛋是在2008年的钢铁侠开始实行的。今天就让我们顺着这条时间线开始，为大家依次解析一下之后的彩蛋吧。托尼在向世界表明自己是钢铁侠后，回到豪宅的托尼，当他呼叫贾维斯时，神盾局局长福瑞从黑暗中走出，说道 I'm here to talk to you about the Avenger Initiative. 福瑞的这句话是对托尼说的，同时也是对观众们说的。此时的漫威宇宙其实已经非常的庞大，也为之后的美国队长、雷神和复仇者联盟埋下伏笔。在无敌浩克片尾，被憎恶气的独自在酒吧买醉的罗斯将军遇到了前来找他的托尼。托尼告诉他，一个新的复仇者队伍正在组建。虽然托尼没有清楚的说明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猜出这句话应该是和浩克有关。这也是为什么之后班纳被保释，而憎恶则继续留在监狱里。然后在钢铁侠2片尾，神盾局特工寇森驾驶着车抵达新墨西哥的沙漠中，并拨打局长福瑞的电话，说道：长官，我们已经找到了。而他们找到的东西就是雷神的锤子。这个彩蛋也预示着漫威的新电影《雷神》即将到来。而雷神的片尾里，局长福瑞找到沙维克博士，并让博士研究宇宙魔方。而此时的镜子里，沙维克博士的身后却出现了洛基的身影。洛基说到这个玩意儿值得一试，而此时的沙维克博士也说道：那就试试吧。这也为之后的复仇者联盟里洛基控制博士的心智埋下伏笔。也有可能这个时候的博士已经被洛基控制。这里同时也是漫威宇宙中出现的第一个关于无限宝石的线索。美国队长1中的彩蛋也是比较精彩的。美队因为自己被冰封70年，醒来之后的世界却和之前所处的世界完全不同。心情郁闷的美队正在健身房沮丧着打击着沙袋，而局长福瑞突然出现，并邀请美队一起拯救世界。同时在电影结尾闪过一个接一个的超级英雄，一个个超级英雄的集结也说明了即将要经历一场大战。这个彩蛋为之后的电影《复仇者联盟》埋下伏笔。随着《复仇者联盟》的上映，片尾的彩蛋也向我们隐晦地带来很多内容。在宇宙深处的灭霸正在调教着小弟，一身金色盔甲、紫薯脑袋和邪魅一笑，这是灭霸首次露面。而让我们每次想到的是，也就是灭霸的这次登场。漫威决定将这个紫薯脑袋打造成漫威10年的最强反派，而之后的剧情里，所有的线索也全部汇聚到灭霸身上。而他戴着无限手套，也为之后的复联2里面收集宝石埋下铺垫。彩蛋2，在复仇者与外星打完纽约之战后，饰演托尼的小罗伯特·唐尼临场发挥，说打完架一起去吃烤肉，才有的片尾吃烤肉的彩蛋。就这样，全国数百万不知情的漫威迷就这样坐在电影院看着众人吃烤肉。钢铁侠3的片尾彩蛋里，托尼坐在沙发上，对着班纳像个老太太一样喋喋不休地讲述着自己的经历，而一旁的班纳却举着眼睛睡着了。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经历了复仇者联盟后，复仇者里面的成员已经不像之前单纯的同事关系了，而是成为了更加亲密的朋友关系，也会在私下里彼此谈心。只是此时的班纳太过劳累了。在雷神2片尾，仙宫的女战士西夫和沃斯塔格找到收藏家，表示在阿斯加德已经有了空间宝石和宇宙魔方，而这些东西放在一起并不安全，希望收藏家可以帮忙保管现世宝石。当两人走后，收藏家看着手中的宝石说了句一个到手还有5个。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话里面指的就是无限宝石。从复联3我们可以看到收藏者被灭霸暴揍，我们可以猜想是不是此时的收藏者已经成为灭霸的人，收集宝石也是为了献给灭霸。彩蛋2，简在家里，突然外面电闪雷鸣，随后托尔便通过彩虹桥返回地球。而此时托尔返回地球也映照了由洛基假扮的奥丁让托尔返回地球的场景。此时的阿斯加德应该已经完全被洛基掌控。在美国队长2中，片尾在九头蛇的秘密实验基地里，作为实验对象的双胞胎姐妹快银和旺达首次出现，也在我们面前展示了这对姐妹的超能力。此时的九头蛇高层也表示，美队将很快和两姐妹见面，这里也为复联2埋下了伏笔。
彩蛋2，被九头蛇控制的巴基，此时也出现在美国队长的纪念馆里，看着之前咆哮突击队的队服，这也证明此时的巴基已经开始慢慢的恢复记忆，开始逐渐摆脱九头蛇的控制。银河护卫队1的彩蛋也是和正片一样，充斥着愉快的沙雕氛围。树人格鲁特因为在战斗中死亡，被火箭捡起一根树枝种植在花盆里。在片尾我们可以看到，当德拉克斯看向格鲁特的时候就会停止跳舞，当视线转移之后，格鲁特又会重新舞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之前死亡的格鲁特现在已经重新复活。彩蛋2，在收藏者的博物馆里，因为之前的爆炸，此时的博物馆里已经是一片狼藉。收藏者郁闷地喝着酒，而在一旁的吧台上坐着一只鸭子，这个鸭子就是霍德华怪鸭，也是漫威在观众面前第一个呈现的超级英雄，也是一只实力强悍的鸭子，曾经还竞选过美国总统。此时的霍德华怪鸭看着一片狼藉，说了句真恶心。之后的霍德华怪鸭也出现在银护2里，在一群美女的包围下喝酒玩闹。在复仇者联盟2彩蛋里，灭霸再次出现，此时的灭霸戴上了没有宝石的无限手套，并表示自己要亲自出马。这个彩蛋向我们透露出灭霸将亲自去寻找无限宝石，而为之后灭霸在宇宙中大肆收集宝石做下铺垫。蚁人的片尾彩蛋里，初代蚁人皮姆博士带着女儿霍普来到自己的地下室，并向女儿展示黄蜂女的制服。皮姆博士表示，这个制服就是他母亲曾经的战衣，而这个制服也是他们联合为霍普打造的。这个场面也暗示了霍普将成为第2代黄蜂女。彩蛋2，巴基的手臂被压在台前下面，美队表示想找托尼帮忙，而猎鹰却否定了这个提议，并表示自己也认识一个人或许能帮忙，而猎鹰说的这个人就是蚁人。同时这也为之后的内战做了铺垫，说明巴基和蚁人都会在美队3里面出现。在美国队长3彩蛋中，为了彻底摧毁巴基脑中九头蛇残存的东西，巴基和美队来到了瓦坎达。巴基选择冰封，美队和黑豹开玩笑说，如果对方来寻找巴基该怎么办？黑豹回答，尽管放马过来。紧接着就是被迷雾笼罩的瓦坎达和一座巨大的黑豹雕像，这也为之后的电影黑豹埋下伏笔。彩蛋2，回到家的小蜘蛛在床上正摆弄着托尼送给他的新战衣，此时的梅姨突然闯入，问小蜘蛛和谁打架了。看到梅姨进来，小蜘蛛慌乱地遮挡住手腕上的装置，并向梅姨表示和一个布鲁克林人打架了，而且对方还有一个块头超级大的帮手，这里指的应该就是变大的蚁人。待梅姨走后，小蜘蛛迫不及待顺着装置发射的光向天花板看去，天花板上出现一个蜘蛛脑袋的图案，紧接着片尾字幕便写着蜘蛛侠归来，这也意味着蜘蛛侠正式加入漫威世界，同时也为之后的电影蜘蛛侠英雄归来埋下伏笔。奇异博士的片尾彩蛋里，因为奇异博士抓走了洛基，雷神托尔找到了圣所。奇异博士询问托尔为什么带着弟弟来地球，托尔表示自己来地球是为了找自己的父亲奥丁，于是博士说自己会帮忙的。这里的剧情也和雷神3里面洛基和托尔来地球提前做好铺垫。彩蛋2，失去了信仰的默杜找到了当初学习魔法治好自己双腿的人，也正是因为这个人治好了双腿，才会导致奇异博士史蒂芬去学习魔法。默杜认为这个人滥用魔法，同时也认为不是这个人介绍史蒂芬学习魔法，自己的信仰也不会崩塌，于是动用魔法重新废除了这个人的能力，使他的双腿再次瘫痪。这里也是默杜开始逐渐黑化的开始，同时也为奇异博士2埋下伏笔。在银河护卫队2片尾有着很多的彩蛋。彩蛋1，在勇度死后，星爵把他的少剑交给了小弟，此时的小弟也开始练习少剑，但是不太熟练操作，一剑就扎到了毁灭者德拉克斯的腿上。在德拉克斯的惨叫声中，小弟急忙逃跑，这里就是一个娱乐彩蛋。彩蛋2，星辰鹰也和之前的掠夺者老朋友们聚集在一起，并准备重新组建团队大干一场，也为之后的银护3做准备。在银河护卫队3里面也会出现掠夺者的身影。彩蛋3，经历了无数次失败的索维林大祭司彻底疯狂，为了对付银河护卫队，制作了一个巨大的电子卵，并给这个产物起名叫亚当。这个亚当有可能会成为银河护卫队3中的大 boss。彩蛋4，此时的格鲁特已经成长到青少年阶段，星爵前往格鲁特的房间，格鲁特的房间乱糟糟的，
而青少年的格鲁特坐在床上，目不转睛地打着游戏，丝毫没有理睬星爵。同时，星爵也表示，此时的他终于明白了勇度当年的感受。在蜘蛛侠英雄归来中，秃鹫最后被小蜘蛛打败，并送进了监狱。狱友问秃鹫：“你知道蜘蛛侠是谁吗？”但是秃鹫微微一笑，表示自己并不知道。而这个彩蛋也为秃鹫带来了很多好感。可能出狱后的秃鹫会改邪归正，希望在后续的电影里能看到他的身影。雷神3的彩蛋给人是最眼前一亮的，同时也和复联3紧紧关联。在阿斯加德被毁灭后，托尔和洛基带着幸存的阿斯加德人准备前往地球。在飞船内，兄弟俩正在开心地打着嘴炮，而此时出现一艘巨大的飞船，而这个飞船正是灭霸的。这里也是为接下来的复联3埋下伏笔。在黑豹里，片尾黑豹带领瓦坎达众人参加了联合国的会议，并向全世界宣布，瓦坎达将和全世界共享资源和科技，帮助世界解决各种问题。瓦坎达也不会再作为一个旁观者。这里应该是为复联3埋下伏笔，在地球遭受危机时，瓦坎达应该会挺身而出，而瓦坎达应该也会成为复联3的最大战场。瓦坎达的高科技和震惊武器也会在复联3里面大放光彩。我们熟知的美队的新盾牌就是瓦坎达的震惊技术。彩蛋2，在瓦坎达冰封的巴基也在一处小房子内醒来，瓦坎达的公主也就是黑豹的妹妹在屋外等待着巴基。此时的巴基脑中的9头蛇程序已经被完全清除。黑豹妹妹表示巴基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说完就带着巴基去别的地方了，应该是带巴基去看他的新手臂了。这个新手臂在后来的复联3里面也有着很强的实力。这里开始，所有的彩蛋都在往复联3里汇集。在复联3的彩蛋中，灭霸使用无限手套动用宝石的能力，开始执行他的宇宙平衡计划。宇宙中一半的开始消失。此时的局长福瑞和特工玛利亚正开着车，福瑞从电话里得知钢铁侠失去了联络，而此时的道路上的车辆也开始失控。看着道路上一片狼藉的福瑞下车后，看到所有的车辆驾驶员竟然都消失了，而此时的玛利亚也在福瑞面前消失。福瑞感觉大事不妙，便从车里拿出了一个老旧的传呼器，想要按下传呼器的福瑞，甚至连嘴里的垃圾话还没说完就消失在了原地，而传呼器也掉在了地上。我们从传呼器上的标记可以看出，这个标记正是漫威史上最强女英雄惊奇队长的标记，这也为之后复联4里面惊队回归给我们埋下伏笔。在蚁人2的彩蛋中，蚁人斯科特为了帮助幽灵恢复实体，在皮姆和霍普的帮助下，再次准备前往量子领域收集量子能量。可是，在回来的时候却发生了变故，在外面操作仪器的众人随着灭霸打响指而消失。蚁人斯科特因为身处量子领域，并没有被灭霸响指消灭。身处量子领域的蚁人没有被消灭，可能是说明无限宝石并不能影响到量子领域。而此时在蚁人2中出现的量子维度和时间漩涡，可能会成为复联4拯救众人和打败灭霸的关键线索。惊奇队长的彩蛋和之前的复联3相呼应，因为灭霸的响指导致宇宙中消失了一半生命。美队正在调查各地失踪的人口，寡姐也一脸凝重地站在旁边，而福瑞遗留的传呼机也正在被班纳和马克修复。随着传呼机画面上惊奇队长标志的消失，马克告诉美队传呼机信号停止了。就在众人一筹莫展的时候，寡姐回头却看到了已经赶来的鲸队，而鲸队开口便问道：“福瑞在哪儿？”这里也是为之后的复仇者联盟4埋下伏笔。彩蛋2，在电影中吞了宇宙魔方的噬元兽也在片尾彩蛋中把宇宙魔方吐到了神盾局的桌子上，而之后的宇宙魔方便一直由神盾局保管。惊奇队长发生的时间点也是在复联1之前，这也和之后神盾局利用宇宙魔方打开传送门，洛基来到地球时间线上完美的衔接上了。复仇者联盟4的彩蛋是所有彩蛋里最隐晦的，很多人认为没有彩蛋，但是复联4里面其实是有彩蛋的。在正片结束大概2分钟，先是漫威宇宙主要角色的混剪，其中6位初代复仇者联盟成员的字幕上也出现了手写的签名。随着漫威 logo 的出现，还有清脆的6声打铁声，这6声打铁声应该是代表6位初代复仇者在钢铁侠1里面出现的11声打铁声，也恰好代表了11年的钢铁侠和旧复仇者联盟的结束。到这里，漫威所有的电影彩蛋就结束了。大家有什么疑问，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同时也可以关注我，我也会持续为大家带来更多漫威精彩故事。